睡前听完一本书，今天我们读《被讨厌的勇气》。此刻你或许正把手机屏幕调暗，手指悬在关机键上方，犹豫着要不要切断这最后一点光亮。房间里静得能听见冰箱压缩机启动的嗡嗡声，那种低频的震动顺着地板传上来，像是某种沉默的倒计时。你白天在会议上点头附和的那个方案，其实心里根本没底，但当时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那句反对的话在舌尖转了一圈，最终还是咽了回去，变成了一杯温吞的水。回到家换下高跟鞋或者皮鞋的那一刻，脚后跟磨破的皮接触到空气，微微刺痛，你才突然意识到，这一天里你好像一直在扮演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，连叹气都挑了没人的走廊。我们总是习惯把别人的期待当成自己的使命，把别人的评价当成自己的镜子，活得像是一个被无数根隐形线牵引的木偶，线的那头钻在同事、父母、伴侣，甚至陌生网友的手里。有时候深夜照镜子，会觉得那张脸有点陌生，眼神里藏着一种说不清的疲惫，不是身体累，是心累，是那种明明没做什么体力活，却感觉灵魂被掏空了的虚脱感。这种时候，我们需要的可能不是更多的成功学鸡汤，也不是告诉你要如何更努力地去讨好世界，而是一把剪刀，一把能剪断那些隐形线的剪刀。今晚这本书就是那把剪刀。这本书的名字叫《被讨厌的勇气》，作者有两位，一位是岸见一郎，一位是古贺史健。岸见一郎是哲学家，专门研究阿德勒心理学。古贺史健是作家。这本书的形式很特别，它不是那种枯燥的理论堆砌，而是通过一个年轻的青年和一位哲人的对话展开的。这个青年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缩影，他充满困惑，对现状不满，觉得世界混乱不堪，自己活得痛苦不堪。而哲人则是一个温和但坚定的引导者，他不住地说着那些听起来有点刺耳，但细细想来却直击要害的话。整本书就像是一场发生在深夜书房里的长谈，窗外是漆黑的夜，屋内是一盏暖黄的灯，桌上放着2杯茶，热气慢慢升腾，然后消散。这场对话持续了5个夜晚，每一个夜晚都剥离掉一层我们自我保护的壳，直到最后露出那个虽然脆弱但真实的自我。我读这本书的时候，常常会有种被冒犯的感觉，就像有人突然掀开了你精心遮盖的伤疤，告诉你这伤疤其实是你自己故意不让它愈合的。但这种被冒犯之后，紧接着的是一种巨大的释然，就像一直憋着的一口气终于吐出来了。书的一开始，青年就抛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。他说，世界是混乱的，人生是痛苦的，我们根本无法改变现状。这种想法太熟悉了，对吧？就像我们有时候早上闹钟响了，赖在床上，心里想的是今天又要面对那些讨厌的同事，又要处理那些琐碎的麻烦。生活就像是一潭死水，怎么折腾都泛不起涟漪。我们习惯把现在的不幸归咎于过去，归咎于原生家庭，归咎于小时候受过什么创伤。比如有人会说，因为我小时候父母离婚了，所以我现在不敢进入亲密关系，因为我在学校被老师当众批评过，所以我现在害怕在公众场合发言。这种思维方式在心理学上叫做原因论，也就是弗洛伊德式的观点，认为过去的原因决定了现在的结果。听起来很有道理，好像找到了根源就能解决问题。但是书里的哲人却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。他说，心理创伤并不存在。这句话刚读到的时候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心想，这怎么可能？那些痛苦难道是假的吗？但哲人接着解释，阿德勒心理学否认心理创伤，他认为
我们并不是因为过去的创伤而痛苦，而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选择了痛苦。这就是目的论。为了说明这一点，书里举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。有一个朋友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闭门不出好几年了，父母很着急，想让他走出去，但他就是不肯。按照原因论的解释，可能是因为他在学校受到了霸凌，或者在职场受到了排挤，导致他内心受了伤，所以无法适应社会。这听起来很合乎逻辑，也很让人同情。但是哲人说，阿德勒心理学不这么看。阿德勒认为，这个朋友不是因为他受了伤所以出不去，而是因为他不想出去，所以才制造出了不安和恐惧的情绪。这听起来很冷酷，甚至有点不近人情。你可能会想，谁愿意自己痛苦呢？谁愿意把自己关在黑暗的房间里不见天日呢？但哲人进一步拆解了这个过程。这个朋友如果走出房间，踏入社会，他就要面临被评价的风险，可能要面对失败，可能要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，这些都是他不愿意面对的。相比之下，待在房间里虽然痛苦，但是安全，不需要面对外界的挑战，还能获得父母的关注和担心。所以他不出门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在社会中受伤，为了避免面对那些可能让他感到自卑的场景。不安和恐惧不是原因，而是手段，是他为了达成不出门这个目的而制造出来的工具。读到这儿，我忍不住停顿了一下，脑海里浮现出很多类似的场景。不仅仅是闭门不出的人，其实我们自己身上也有这样的影子。比如有一次，我要在一个重要的会议上做汇报，前一天晚上我突然肚子疼，疼得厉害，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什么问题。当时我觉得自己真倒霉，关键时刻掉链子。但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是不是也是一种目的论呢？是不是我的潜意识里害怕讲不好，害怕被领导质疑，害怕同事觉得我能力不行，所以身体制造了疼痛这个症状，让我可以理所当然地请假，逃避那次汇报。如果我真的去了，讲砸了，那是能力问题，但我因为生病没去，那就只是运气问题。这种微妙的心理转换保护了我的自尊心，让我不用直面自己可能不够优秀的事实。书里哲人说，愤怒也是一种可以被操控的情绪。有一天，哲人和青年在谈话，突然服务员不小心把咖啡洒在了哲人的衣服上。青年以为哲人会大发雷霆，毕竟衣服脏了，场合也不对，但哲人只是温和地让服务员去拿毛巾。青年很惊讶，问哲人为什么不生气。哲人说，愤怒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而捏造出来的情绪。接着哲人讲了一个故事，有一位母亲正在因为女儿不写作业而大声斥责。这时候电话响了，是学校的老师打来的。母亲接起电话，瞬间语气变得彬彬有礼，温和地和老师交谈了5分钟。挂了电话，她转过身，继续用刚才那种高分贝的声音斥责女儿。你看，愤怒并不是像洪水一样，一旦决堤就控制不住的，它是可以收放自如的。母亲斥责女儿的目的，是为了让女儿听话，为了让女儿产生敬畏感，从而乖乖去写作业。当电话来了，斥责这个手段不再需要了，甚至会影响她和老师的沟通，所以她立刻收起了愤怒。这说明情绪是我们为了达成目的而选择的工具，而不是不可控的自然反应。这个细节让我背后发凉，同时也让我松了一口气。发凉是因为意识到自己很多时候的情绪可能并不真实，是一种表演。松了一口气是因为如果情绪是工具，那就意味着我们可以选择不使用它。我们不是情绪的奴隶，我们是情绪的主人。既然愤怒是为了震慑对方，那有没有别的工具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呢？比如
平静的沟通，比如坚定的界限。书里还有一个让我愣了一下的地方，关于改变的问题。青年问，既然目的是我们自己选择的，那为什么我们很难改变呢？明明知道生气不好，明明知道逃避没用，为什么还是控制不住？哲人说，因为改变意味着未知，意味着风险。维持现状虽然痛苦，但是这种痛苦是你熟悉的，是你能够掌控的。就像一个人住在一间漏雨的破房子里，虽然冷，虽然湿，但他知道哪里漏雨，知道怎么躲。如果让他搬出去，去一个陌生的新房子，他不知道那里会不会有危险，会不会有更大的风雨。所以，人之所以不改变，是因为他下定了不改变的决心。这句话像一记重锤，敲在了很多犹豫不决的人心上。我们常常抱怨环境不好，抱怨运气不佳，抱怨别人不理解，但其实内心深处，我们可能更害怕改变带来的不确定性。我们宁愿在熟悉的痛苦里打转，也不愿在陌生的幸福里冒险。这种不改变的决心，往往是在潜意识里完成的，我们自己都察觉不到。我们告诉自己，等我有钱了再开始写作，等我瘦了再去买那条裙子，等孩子大了再去追求梦想。这些等待其实都是借口，都是为了维持现状而编织的理由。讲到这儿，我想起书中另一个故事，关于人际关系。哲人说，所有的烦恼归根结底都是人际关系的烦恼。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，没有别人，没有比较，没有评价，那么烦恼就会消失。这听起来有点绝对，但细细想来确实如此。我们的痛苦大多来自于比较，看到朋友圈里别人晒的旅行照片，觉得自己生活单调；听到同事升职加薪，觉得自己能力不足；被父母拿来和亲戚家的孩子对比，觉得自己不够优秀。这些痛苦都是因为有了他人这个参照物。如果没有人比较，你还会觉得自己的房子小吗？你还会觉得自己的工资低吗？可能不会，你只会关注自己住得舒服舒服，钱够不够花。但是人不可能脱离社会生存，我们必然处于人际关系之中。那么如何解决人际关系的烦恼呢？哲人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，叫做课题分离。这是阿德勒心理学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，也是整本书最实用的部分。什么是课题分离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分清什么是你的事，什么是别人的事。任何人际关系中的矛盾，都是因为混淆了彼此的课题。比如，孩子不写作业，这是谁的课题？很多家长会觉得这是我的事，我要负责，我要盯着他，我要逼他。但在阿德勒看来，学习是孩子的课题，不是父母的课题。父母可以提供帮助，可以创造环境，但不能强迫孩子学习。如果父母强行干涉，就是把别人的课题当成了自己的课题，结果只能是亲子关系的破裂，孩子产生逆反心理，甚至彻底放弃学习。书里有一个比喻非常形象，哲人说，你可以把马带到水边，但不能强迫马喝水。如果马不想喝，你按着它的头也没用。学习也是一样，孩子不想学，你逼也没用。父母能做的是告诉孩子，学习是你自己的事，后果也由你自己承担。如果孩子选择不学习，导致成绩下降，那是他需要面对的结果。父母不需要为此感到焦虑，也不需要为此负责。这个观点刚开始听很难接受，尤其是对于中国的父母来说，我们习惯了为孩子包办一切，习惯了把孩子的成功当成自己的成功，把孩子的失败当成自己的失败。但哲人说，这种干涉其实是为了满足父母自己的安全感，或者是为了维护父母自己的面子。当孩子考了好成绩，父母觉得脸上有光；当孩子考砸了，父母觉得丢脸。这其实就是把孩子的课题当成了自己的课题。真正的爱是尊重孩子的课题，是守望
而不是干涉。这个概念不仅适用于亲子关系，也适用于职场，适用于伴侣关系。比如在工作中，你努力完成了项目，这是你的课题。领导怎么评价你，喜不喜欢你，那是领导的课题。你无法控制领导的评价，你只能控制自己的工作质量。如果你为了讨好领导而过度工作，甚至牺牲健康，那就是干涉了领导的课题。你试图控制别人的想法，这注定是徒劳的。再比如，你喜欢一个人，这是你的课题。对方喜不喜欢你，接不接受你的表白，那是对方的课题。你不能因为对方不接受你，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，也不能因为自己喜欢对方，就要求对方必须回应你。我记得书里有一段对话，青年问，如果大家都各自管好自己的课题，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岂不是变得很冷漠？大家各扫门前雪，谁也不管谁，那还是社会吗？哲人回答说，课题分离并不是冷漠，而是建立健康关系的前提。只有分清了界限，才能建立起真正的信任和合作。如果一个人总是干涉别人的课题，或者总是让别人干涉自己的课题，那么关系就会变得扭曲。比如，一个总是讨好别人的人，他其实是在让别人承担自己的情绪课题。他希望别人开心，希望别人不生气，一旦别人脸色不好，他就觉得自己做错了。这种关系是不平等的。而课题分离是让人回归到自己位置上，承担起自己的责任，同时也尊重别人的责任。这种尊重才是爱的基础。书里提到，很多人之所以活得累，是因为他们一直在寻求别人的认可。他们希望被别人表扬，希望被别人喜欢，希望被别人需要。这种寻求认可的生活方式，其实是把别人的课题当成了自己的人生目标。你为了别人的期待而活，那你的人生是谁的呢？讲到寻求认可，哲人说了一句很重的话，我们并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活着，别人也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期待而活着。这句话听起来简单，但要做到很难。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听话，要懂事，要成为别人眼中的好孩子。我们习惯了看别人的脸色行事，习惯了把别人的评价当成衡量自己的标准。如果别人夸我们，我们就高兴；如果别人批评我们，我们就沮丧。我们的情绪开关掌握在别人手里。哲人说，这是不自由的。真正的自由就是拥有被讨厌的勇气。也就是说，你要有勇气被别人讨厌，有勇气不被别人认可，有勇气坚持自己的课题。这并不意味着你要故意去惹人讨厌，而是要明白，别人怎么看你，那是别人的课题，你控制不了，也不需要控制。你只需要诚实地面对自己，做好自己的事。如果有人因为你做自己而讨厌你，那是他们的问题，不是你的问题。书里有一个关于自由的定义，让我印象很深。哲人说，自由就是被别人讨厌。当时青年也很惊讶，问，难道被讨厌才是自由吗？哲人解释，当你在行使自由的时候，必然会有人不喜欢你，因为你的自由可能会触犯到别人的利益，或者不符合别人的期待。如果你不想被任何人讨厌，那你就只能处处迎合，处处妥协，最后失去自我。所以被讨厌的证据恰恰证明了你是在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。